移民局内心独白 ：TRO 是让你来探路的，不是让你把全村的希望都给打包过来的。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作为申根区的新晋成员国，保加利亚身份的价值从2025年后不断的飙涨。作为欧盟身份的洼地和跳板，我们全球人团队也在第一时间推出了保加利亚身份获取方案。毫无疑问的是，在超低准入门槛的基础上，保加利亚依靠欧盟和申根区享有的超高身份特权，让其一经推出便一跃成为了我们的热门项目。我们一开始还以为保加利亚作为新加入申根特区的一员，除了玫瑰和酸奶的知名度以外，应该不会有很多人想了解它的真正实力和价值吧。但是我们收到的咨询量居然一点不比先前超低成本拿永居的亚美尼亚和墨西哥来得低。看来大家并不只在意办理成本，一个新的身份好还是不好，还是得看欧盟这块金字招牌和其身份背后的那些逆天特权。为了帮助更多的伙伴们了解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我们决定继续推进保加利亚，把大家咨询的最多的和大家最密切关注的，以及后续可能影响屏幕前各位老铁们做出最终决定影响的重要问题，给一一讲清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登上欧盟这艘豪华邮轮。这期视频我们主要为大家梳理了保加利亚的通关密码 TRO。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TRO 贸易代表处是什么？说到在保加利亚拿欧盟永居和公民身份，老铁们是不是满脑子就是在想买房、开公司、砸钱投资？别急，今天Sean给大家扒一扒一个躺赢的冷门大招。TRO 又叫做贸易代表处，这玩意儿就像你在保加利亚设置的一个公司门面或者业务接待处，不用开展本地生意，就能够帮你把欧盟居留权轻松的揣兜里。啥是 TRO？ 简单来说，就是外国企业在保加利亚设立的非盈利联络站，只干市场调研，拉客户，搞合作的活，不直接卖货，也不开分店。举个接地气儿的例子，就像我们频道的老铁们很熟悉的华美银行在中国设立的 Valo 业务代表处，既不开分行，也不搞销售，但它能够探索市场，拓展关系网，是不是像极了职场里面的人脉网一样的存在？这样一看啊，好像 TRO 的作用非常小，只是建立一个联络站而已，能够捆绑欧盟身份的作用吗？根据保加利亚外国人法第24条，只要你在当地设立 TRO， 作为企业主就能申请地类签证和长期居留许可，全程不用砸钱投资，不受当地劳动系统监管，不用实体经营。更绝的是，保加利亚的移民监也是非常宽松的，5年内平均每年在保加利亚和申根区内浪个半年，剩下的时间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浪。欧盟27国随便串门，这性价比简直把隔壁的希腊黄金签证按在地上摩擦。当然 ，TRO 也不是随便挂个牌子就能够糊弄的。想合规，记住3个字：非盈利。你可以调研市场，办展会，签合同意向书，但千万别手痒去开发票收钱。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谁没点副业呢？比如说中水渔业在几内亚比绍的 TRO， 名义上是技术合作，实际上通过公益项目把当地渔业资源摸了个底朝天，最后反手承包了整片渔场。这格局是不是比直接开公司还赚？所以啊 ，TRO 的非盈利只是表面，背后的商业机会和潜力可是一点都不会少。2，为什么 TRO 可以帮我申请保加利亚身份？说完了 TRO 的人设，老铁们肯定要问，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帮我搞定欧盟的居留卡呀？别着急，咱们直接上干货。首先，你得是个有身份的人，不是黑帮大佬，而是正经公司的法人、董事或者被老板派去保加利亚开荒的核心员工。只要母公司成立满2年，财务稳如老狗，不要是皮包公司就好。同时并用市场调研、欧亚合作等等逻辑清晰、政治正确的正当理由，保加利亚工商会 BCCI 立马给你盖章放行。剩下的就是本人再提供一下无犯罪证明，买个健康保险，再租个保加利亚的居住地址，起火。办理流程更是简单到离谱，只需3步即可躺赢。第1步，拿着母公司的营业执照、财务报表这些家底儿，
去 BCCI 注册 TRO， 材料齐全，通常5个工作日内就能拿到证书。第二步，带着 BCCI 证书、银行流水、无犯罪证明、保加利亚居住证明等，去保加利亚使领馆申请 D 类签证，主打一个材料齐全，秒过不卡。第三步，落地保加利亚后，直接换1年的居留卡，每年续签，只要 TRO 还在正常运行，比如发行业报告、开2场线上会议，申请人与母公司的关系和收入保持完整正常，同时满足法案规定的实际居住要求，准备好材料即可续签。5年后，永居卡直接送你手上，全程不用雇佣当地人，公司也不用当地交税，因为中国等大量国家都和保加利亚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嘛。不用操心公司亏钱，这波操作是不是比那些买几十万欧看起来金闪闪的房产还怕烂尾的项目香个100倍呢？当然 ，TRO 也不能完全白嫖，每年得给 BCCI 交份小作业，那就是母公司的财报、TRO 年度总结等等材料，显示 TRO 确实在正常运营，而且也给母公司创造价值，绝对没有欺骗移民局。如果办公地址有变化，一定要记得更新一下，千万别玩失踪。否则居留卡分分钟凉凉。最关键的是手别欠 ，TRO 就是个佛系机构，你可以调研市场、牵线搭桥，但千万不要签合同、开发票。如果真的有业务方面的事情，一切交给母公司去处理不就好啦？3 TRO 有什么限制？看到这儿，肯定有老铁一拍大腿。用 TRO 这么便宜，我直接给全公司办卡，人手1张欧盟居留卡，不是美滋滋的吗？打住！保加利亚移民局早就防着你这手了。按规矩，一家 TRO 最多只能给3个外派大佬发身份，比如说法人、董事、核心员工等等。想带家属完全没问题，老婆孩子都能够打包申请家庭团聚。但是想塞第4个人呢，门儿都没有。移民局内心独白 ：TRO 是让你来探路的，不是让你把全村的希望都给打包过来的。TRO 虽香，但别贪心，3人封顶。翻车别怪我没提醒。虽然人数可能有点限制，但实际操作起来成本确实是真的低。零投资门槛，不用像希腊项目那样狂砸40万欧买房，也不用像葡萄牙基金项目那样锁死50万欧，全程花费国内1线城市1年的房租、注册费、翻译公证、地址费，这些杂七杂八的全加上一起，基本上也不过3000欧，连买辆50宏光的钱都不到。更绝的是维护成本低到想白嫖。不用审计财报，不用请会计，不产生公司所得税，每年只用花几百欧保持材料完整，更新下工商备案，剩下的钱你爱吃烤肉还是爱喝红酒，随便造。4 TRO vs 保加利亚公司，到底哪个香？老铁们看到这儿，是不是有人心底打鼓了？开公司不香吗？既能做生意又能拿身份，一举两得呀！醒醒！保加利亚移民局也不是吃素的，咱们拿开公司和 TRO 比划比划，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先说说流程复杂度 ，TRO 的注册有点像点外卖，1周左右拿证，材料全扔给工商会 BCCI 就完事儿了，连商业企划都不用写。而开公司呢，一套流程下来，黄花菜都凉了。更绝的是，法案明文规定，想靠开公司拿居留，需要雇佣10名保加利亚本地员工，招10个本地员工意味着什么？相当于在保加利亚开个小型家族企业，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当地语言也不会，业务都还没做起来，就要招10个人，想想都压力山大。何况欧盟劳动法的严苛程度，相信老板们还是有所耳闻的。从长期灵活性和成本上来说 ，TRO 就像一个佛系的挂件，续居留时只需要证明母公司还健康的运营 ，TRO 没有偷偷的卖货，就能一直续到拿永居。但开公司呢，得真金白银的砸市场，应对税务局的稽查，操心员工的离职，万一生意黄了，雇员少了，居留卡也跟着凉凉了。此外，保加利亚企业所得税10%，增值税20%，赚的钱还得投喂税务局，剩下的一半还得用来养员工，每个月上万欧打底。这波操作是不是比用爱发电还惨？相比之下 ，TRO 的总成本相当于一部苹果笔记本电脑的价格，雇人、缴税、审计这些流程通通免除，躺平就能续卡。就算你豪到直接砸50万美元投资，保加利亚移民局也只会微微一笑，亲，这钱在土耳其都能买护照了，
来这儿折腾干啥的呢？所以啊 ，TRO 和开公司的区别就像是轻资产创业和重资产排雷。除非你铁了心要在保加利亚当地做地头蛇，否则 TRO 的低成本、零负担欧盟身份白嫖套餐，绝对是普通人的通关武器。总的来看，从保加利亚的政策和法案出发，结合当地律师团队的意见和我们全球人深耕多年的研究，在保加利亚当地成立海外母公司的贸易代表处 TRO， 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老铁们来说，都是成本最低的第一选择。既不用面临当地陌生的营商环境，也不用辛苦的从零到一，更不用中断原有的业务，背靠国内公司的这棵大树，结合保加利亚这片欧盟热土，用 TRO 作为桥梁，可以轻松让3个公司成员成功落地保加利亚，让欧盟身份之旅开花结果。但是啊，我们也必须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成立完了符合标准的 TRO， 每年也需要满足半年的居住要求，一直续到5年后拿到永居卡。所以，如果你比较在意移民间，或者对居住时间有要求，或者后面发现对当地生活不适应，这条路可能都不太适合你。所以我们强烈建议你在办理之前亲自去当地考察一段时间，深入体验。如果你需要办理相关的旅游商务签证，我们建议您参考我们此前推出的相关内容，也非常欢迎大家马上私信我们。如果您在本国没有符合条件的公司，无法独立在保加利亚当地成立 TRO， 我们也有曲线救国的方式，欢迎你前来了解。因欧盟对成员国不断提高的移民政策要求，保加利亚的身份洼地随时可能被填平，使用 TRO 相关政策获得永居的路径，也可能因为后续申请人数的爆炸而变难，甚至停办。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时间的窗口，或许当下就是最佳的选择。OK， 各位老铁，关于保加利亚身份和当地 TRO 的话题，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看了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对保加利亚身份或是欧盟身份感兴趣，想要进行相关的配置，都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或者直接私信我们全球人团队，咱们一起研究研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更多关于全球资产配置的劲爆内容。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尚，我们下期见，拜拜。